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无名指看命运，9种类型9种命，长短不齐的手指隐含着很多人生命运的信息。有的人手指比较长，有的人手指比较短，而其实我们是可以根据人手指长短来看命运。不过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么看，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无名指看命运，9种类型9种命。无名指的标准长度。无名指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和财富。在4根手指当中，无名指的长度仅次于中指。一看到无名指，往往会令人想到和创作天分相关的事物，所以认定它主掌一个人的才华、人缘和财富，是手相学家一致同意的。美国曼宁教授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比食指长，则可以推知，当此人还在母亲体内的时候，羊水中的雄性激素含量较高。而这一点对男性与女性的意义颇为不同。如果你是男性，那意味着你会拥有更好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你将更善于奔跑。如果你是女性，那说明你拥有一颗男性的大脑。研究表明，就大脑的功能而言，男女最大的差别在于视觉空间。平均起来，在视觉空间测试中，男性比女性分数高出4成。食指比无名指长，则预示好面子、爱情线好胜，有王者风范，领袖型人物，且很有责任感，喜欢照顾弱小，不畏强权。长度标准是以中指为标准。如果无名指能够达到中指第1个指节一半的高度，就算达标。越长，艺术天分越高，其人对于艺术或学术方面有热忱的追求和向往。不过，拥有直长无名指的人也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气或虚荣心。很多极具天分的艺术家也往往具有古怪的性格。如果无名指过短，则缺乏艺术天分，而且因为艺术涵养较低，但这样的人往往务实。如果拇指强壮，也不失为一个实干家。第1指节比较长。如果无名指的第1指节长得较长的话，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具有艺术方面的修养和天赋，为人非常的有才华，属于多才多艺的类型。不仅注重外表审美的追求，也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和提高。若是无名指的第1指节比较短的话，则行为较为懒散，生活比较邋遢，欠缺气质和才艺。无名指的第2指节较长。如果是无名指的第2个指节比较长的话，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聪明懂事，有着很强的行动力，属于实干派，个人能力比较强，而且做事态度踏实，非常的值得信赖，往往能够做出一番成就。而若是第2指节较短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的轻浮，喜欢玩一些小聪明，缺乏大智慧，想法非常的不切合实际，做事眼高手低，总想着坐享其成，金钱观念淡薄，攒不住钱。无名指的第3指节较长。如果无名指的第3指节较长的话，这种人一般虚荣心非常强，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非常的善于表现自己，容易赢得一定的声誉和名望。而若是第3节长得较短的话，这种人一般进取心比较差，做人处事方面喜欢我行我素，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感受，人缘不太好。无名指较长。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较长的话，这种人一般有着很强的社交和沟通能力，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人缘比较的好，而且有着一定的审美能力，优越感比较强，特别的注重自己的名声和荣誉，做事喜欢投机取巧。而若是无名指过长的话就不好了，这种人往往利益心非常重，做起事来也是急功近利，野心非常大，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名指较短。无名指长得较短的人大多目光比较的短浅，考虑问题只顾眼前，而且性情非常的偏执，与常人不太一样，做事绝情狠辣，也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对于亲情和友情看得都比较淡，为人也特别的俗气，缺乏精神层面的追求，也不注重自身的名誉。6. 无名指长短粗细标准。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长短、粗细与整个手型的搭配协调而标准的话，这种人一般有着很强的社交能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人缘非常的好，而且头脑聪明，眼光独到，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为人也非常的重情重义，将亲情和友情看得比较重，容易获得周围人的信赖和认可，能够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名誉和声望，挣钱和存钱能力比较强。7. 无名指指端比较尖。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之间部位属于尖头形状的话，这种人大多具有很强的艺术素养和天赋，非常在意外界的眼光和看法，特别的喜欢表现自己，对于金钱和名誉的追求欲望比较强，而且沟通能力极强，社交手法高超，人际关系比较好，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不过这种人虚荣心过强，有些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情。8. 无名指的指端呈四方形。无名指的指端呈现出四方形，这种特殊的指型不仅令人独具标志性，更是内心高傲与经商天赋的象征。拥有这种指型的人，往往心怀非凡抱负，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气场。他们的心胸高远，自信满满，对物质生活有着极强的渴求和追求。在处理事务时，他们总是保持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优越感，坚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在人际交往中，他们展现出强大的势利眼和把控能力，善于结交权贵与富商，因为他们知道与成功者为伍，才能激发自己更大的潜能。他们不仅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更具备着与人打交道的智慧和技巧。拥有四方形指端的人，常常被赋予经商的天赋和挣钱的本领，他们在商场上游刃有余，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果断的决策，往往能够积攒下丰厚的财富，成就一番非凡的事业。9. 无名指的指端呈椭圆形。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的指端部位看上去呈椭圆形的话，这种人一般审美能力比较强，为人非常的有主见，不喜欢随波逐流，做人处事方面很有原则，有着很强的社交沟通能力，内心也比较的正直和善良，乐于帮助他人，往往能够给自己赢得不错的声誉，而且善于理财，经济能力往往比较强。无名指的纹路也有很大学问，无名指可以分为3个部分：无名指第1节、无名指第2节、无名指第3节。1. 并约纹，位于无名指第1和第2指节中间处的2条平行的横纹被称作并约纹。有此纹路的人健康状况不好，多有气喘病或慢性疾病，会影响婚姻生活。这种纹路会随着身体好坏而增减。如果第2指节中间只出现了一条横纹，则表示此人容易感染气喘病或性病。2. 烦恼纹，假如无名指第3指节靠近无名指根部位置出现杂乱的像网格一样纹路，被称作烦恼纹。有此纹路的人个性敏感，容易陷入感情上的困扰，内心常常因为感情上的事而纠结不清，需要人的帮助。3. 谨慎纹，位于无名指顶端或第1指节上方的2条竖直平行直纹被称作谨慎纹。有此手相特征的人心智成熟，对自己要求严格，做事踏实而谨慎，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富贵生活。4. 贵人纹，位于无名指第1指节纹上方的浅细纹，或者是一条短而清晰的横纹，被称为贵人纹。有此纹路的人性格温和，很擅长与人交往，人缘很好，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和理解，会通过朋友的助力走向成功。5. 名利纹，位于无名指第3指节，靠近无名指根部处出现有车轮纹。0. 金井纹，井或金印纹，口
10被称作名利文，手相有上述纹路的人，很有生意头脑，生财有道，理财有招，很容易凭借自己超强的理财能力而获得财富和名誉。6三约纹，无名指子一节节纹或子二节节纹有3条纹时，称为三约纹。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晚运特别好，步入老年时期事业顺利，婚姻美满，夫妻恩爱。7美玉纹，美玉纹是一条自无名指根部向上升起的竖直长纹，直贯指尖。有此纹路的人很有艺术或文学天赋，容易因艺术、学术而成名，在追求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美名远播。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飞冲天富豪命。手纹是一个人的特征，就像是外貌长相一样，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手纹的生长也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从手相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发展和富贵与否。通常财富多的人，手纹会出现一些显著的特征。如果发现自己的手上具有这些特征，在求财中就会比较顺，只要肯努力，就有大富大贵的机会，或者能从家中继承一些财产。总之，这一生中注定是会发财的。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富贵手相的16种奇纹分别是什么样的。1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2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3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4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5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6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7三财纹。玉管照神局。
三才文上德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文冲破便无情。天文感情线，人文智慧线，地文生命线，是先天三大主文，是掌中三才。这里说的三才文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三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才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三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才纹俗称川字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10. 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三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三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三处了。11. 六宿纹，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胸，贫人成大富，谋直禄未丰。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12. 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唐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夫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13. 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线无名指，一路分开三个纹，生在震宫并掌内，必作金门实禄人。这三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14.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富贵荣华。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家，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掌中有千金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的财运会更旺盛。15. 祖臂纹，祖臂纹，
顾名思义，说明有此文者根基不错。承蒙祖上庇佑，从出生就富贵，亦因得长辈之荫庇，继承祖业而发财，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一辈子不缺钱花。此手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掌中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顺遂，属于富二代的手相。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所以可以免去辛苦，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戒骄戒躁，时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16. 宝镜纹。所谓宝镜纹，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一圈一圈城墙层层围绕，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里。这种特殊的纹理十分罕见，是官印、权威的象征。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心思缜密，心胸宽广，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有大将风范，能够担任指挥官、武官、军事顾问等职位，命运不凡。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坤宫以及对宫3个手掌区域内，则正财相当稳定，步步高升，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在其他掌宫上，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咨询培训等行业，并因此而获利丰厚。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想象而已，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想要变有钱也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实现的，但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却是可以一夜暴富的，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那么一夜暴富的手纹路怎么看？什么掌纹预示命中暴富？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介绍一下。1. 手掌中有直觉线。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反应也很快，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尤其在财富方面，得到意外之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并且善于精打细算，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获得更多的收益。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生活安逸富贵，不用为物质所困。不过这种手相的人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在这方面要注意。2. 财帛宫肉厚实。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通过财帛宫也可以看出来。如果财帛宫的肉比较厚实，说明必有横财入命。财帛宫厚实的人正财不是特别稳定，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偏财方面，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买彩票中奖，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一辈子无忧无虑，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3. 不动产线。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其实不动产线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拥有这条线的人在财富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尤其在不动产方面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够收获回报，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拥有不动产线的人自身魅力也很强大，有着很好的异性缘，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4. 太阳丘出现星纹。如果在太阳丘部位出现星纹的话，说明机遇特别好，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创作能力也很强，并且善于掌握机会，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另外，太阳丘有星纹的人自身命格很不错，健康情况也很理想，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是非常好的手相。5. 财库纹。手上有财库纹也是非常好的手相，拥有财库纹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善于积累财富，赚钱之路非常轻松。这种类型的人人际关系也很不错，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
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他们。正因为朋友会自己提供很多帮助，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另外，拥有财库文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如果你手上有这5种偏财旺的纹路，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一般情况下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1. 中指长。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做事有耐心，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2. 手指没有缝隙。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说明可以留住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另外，手指没有缝隙的人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3. 断掌。在很多人看来，断掌是不好的手相，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断掌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赚钱能力强，命中有福禄，不仅事业有成，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断掌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4. 手掌红润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手掌厚实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在消费方面很节制，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5. 财富线很长。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尤其在晚年时期，财运亨通，生活富贵吉祥。6. 事业线很长。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生活顺风顺水，充满幸福。7. 财库。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并且这样手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8. 太阳丘丰满。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如果太阳丘的部位丰满的话，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善于把握机遇，并且很懂得理财，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9. 火星丘红润。火星丘位于食指下边，接近大拇指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火星丘。如果火星丘比较红的话，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很适合做生意，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赚取很高的利润。这样手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富有创新精神。10. 有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一生不缺金钱。11. 凤眼清晰。大拇指第2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擅长理财和投资，有着很好的眼光，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12. 手指有弹性。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这样手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虽然精打细算，但绝对不抠搜，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
手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也不要随随便便气馁，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西瓜。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忽视了大大的幸福。手上有此纹的人，财运亨通，事业更加红火。手上有玉颈纹的人，一般来说，井字游戏的图案相对较小，由小文章和细线条组成。您可以想象这样的小井字游戏图案将是多么幸运。那么玉颈纹路就不同了，玉颈纹由双事业线、太阳线、财富线组成，其形大，财气大。手掌有玉颈纹的人，事业运旺，会步步高升。他们绝不只是池子里的一个东西，他们就在拐角处。手掌上有玉颈纹的人，百年难得一见。他们是求学期间的骄傲，有着惊人的才华。他们注定会在工作后蓬勃发展。如果手掌上有玉颈纹，则长大后事业运势旺盛，步步高升。你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事业成功指日可待。手掌上有玉颈纹的人，百年难得一见。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他们就是天之骄子。他们拥有惊人的才能，他们注定会在工作后登上顶峰。他们必定富有繁荣，这是可喜的。田纹，田纹是一种线条图案，寓意幸福。有这种手相的人，象征着拥有千千万万的豪宅，意味着这个人拥有不错的房产。如果你想要一个婚后有稳定房子的女人，那么选择田野格局的男人是你不错的选择。男人手掌上出现田纹，则政治经商能力强，能获得很多财富。手掌财富线多的人，对于手中有几条财富线的人来说，索尔豪根线下方的位置称为财位。如果有几条垂直线，则称为财富线，也称为太阳线。这条线一般与事业线平行，这是一条相对较长的垂直线。由于索尔豪根是掌中的宝库，所以会是一条财富线，也算是比较富有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势，就像不是每个人的手掌上都有一条事业线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独特。有的人天生不同，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而财富上线就像是表示这个人容易获得偏财。一般来说，这条线的人具有冒险精神，常常会做出非常大胆的选择，别人不敢做他就去做，所以他比别人更有可能去做。财富先由他人获得。手相，2024年有机会发横财的几大手相特征，对于横财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那么在面相学中，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木型手相，土星丘发达，饱满隆起，天生有横财命，容易中彩票。一般手型又长又瘦，比如说的纤纤玉手，都是木型的手相。一般来说，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这个时候，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发达，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天生有横财命。水型手相，火星丘多肉饱满凸起，也是容易的横财的命。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型呢？简单来说，手指偏短，整个手型偏圆，手背圆带厚，手掌多肉，都是水型手的特点。这种手相只要火星丘发达，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大，偏财多横财多。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
因此，水型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更容易中彩票，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3. 火型手相，金星丘异常多肉、肥厚、凸起，甚至突出一块肉，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这个位置如果厚，对于火型手相的朋友来说，更容易得横财，是有横财命的意思。世园易学公众号，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一般手掌偏瘦，手指尖长，看起来干枯，指节突出，或是指尖不规则等，都是火型手相的标志。只要金星丘发达，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4. 金型手相，木星丘长得结实多肉隆起，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其实金型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一般手型偏方，肉偏结实，不论是背还是手心，按下去都是硬硬的，一般就是金型的手相。而且金型的手相，手指顶端都比较平，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5. 土型手相，水星丘发达、饱满、凸起，也是有横财的命。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土型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其实土型手相就是木型与金型的手重叠在一起，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就是土型的手。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型的手相。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6. 手中拥有不动产线，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也正因为如此，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或者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房产，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天生就有横财。7.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而在理财方面，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8. 手上有赌运纹，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1节指腹上的直纹，有可能是1条，也有可能是几条。如果手上有纹，意味着横财运旺盛，运气非常好。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一般都是赢多赔少，好运常伴。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也要学会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沉迷其中，否则得不偿失。9.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1条星纹，并且第1、2条纹路清晰明朗，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必获其财或是意外之钱，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10. 理财纹多又长，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斜纹。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依据手相学的说法，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
没什么大困难。11. 头脑纹。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即水星丘，表示会受水星丘图中蓝色部分掌管天赋之影响，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可说头脑灵活，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12.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3. 食指有三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4.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手相掌内3大财库纹出现，一生不断钱财。手相中元宝纹、三角纹、方形纹均为财库纹，只要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一生起道助运旺财的作用，并且衣食无亏。如果掌内纹理配合好的话，代表事业有成，财运会更加丰隆。符号和纹理的搭配对运势起到很大的帮扶作用。第一，三角纹在手心，被称为三角令旗纹，穷不过5。三角纹出现在玉柱纹与生命线、智慧线之间，一生钱财不断。古有手有三角纹，穷不过5之说。这位男士长色红润，明堂低洼，玉柱纹形成2个上下明显的封闭三角纹，事业有成，中年注定发迹发福。掌中财运线伸长，形成了严密的三角令旗纹，加上此人手掌厚实，福泽深厚，与大富大贵的三角令旗纹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此人必定一生钱财不缺，越老越有钱。第二，方形财库纹形似口字形的图形，起到旺财聚财储钱的作用。此纹只要封闭，不管出现在手心哪个位置，都是起到旺财的作用，有的出现在明堂位置，又出现在掌丘上。这位三线得配，智慧线明朗深长，一干到底，在情感方面会采取一切智慧，运筹帷幄，通天纹明显，并且方形财库纹出现在前宫位置，注定一生钱财断，事业有成之象。第三，元宝纹又名宝船纹，形似元宝，是由智慧线和生命线、玉柱纹以及辅线组合而成。这位女士右手三线得配，做事认真拘谨，玉柱纹清晰直上穿过天纹和智慧线，事业稳定，一生钱财不断。元宝纹明显并且封闭完好，不忧钱财。玉柱纹下方有一个方形财库纹，注定金钱运不错。手相中三角纹、方形纹、
财库纹这3个纹理，只要完全封闭，越大财运越好，最忌乱纹冲破开口。2. 双鱼在手，必富有。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在事业上容易成功，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2.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3. 手像干姜，家运必旺，手就像干姜，它主要是指手的握力，因为干姜具有最重的阳气，而握力取决于肝脏的阳气，如果肝功能很强，这些人通常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具有这种手掌数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处事能力、勇气、策略，敢于战斗，充满冒险精神，敢于争先，并且有不怕的韧性困难。这样的人一定能做生意成功，成就非凡。4. 财富麦割纹理多，在大拇指第2指节部分与手掌纹理交界处形成的十字图案，或由一些倾斜的纹理组成的三角形、菱形或类似于菱形图案，都可以统称为财富纹理。对于财富纹，正方形或菱形是比较好的，不论是竖线或直线，越多的纹络意味着更多的资金积累，这意味着这个人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财，而这种人知道如何管理金钱，并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积累大量财富。5. 食指上带有3约纹，大多数人食指的上面会有一条横的纹理，称为指节纹。如果指节纹能够达到3条，那就不再是简单的指节纹，而是成为了3约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在生活中并不缺乏金钱，而且金钱和财富通常是由婚姻带来的。如果您是女性，您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嫁入一个富裕的家庭，并受到丈夫家庭的影响，享受好的物质生活，并有足够的温饱。男人也可以娶有钱的妻子。总而言之，这是财富的宝库之一。3. 案例分享：男人手相有这个特点，过了70岁这个坎，晚年必享高寿。第一种，上庭稍窄，下庭稍短，强运在中年，早晚都一般。不过额高，早年学业不错，就是额头稍尖，难得长辈助力，早年自信心也不足，个性内敛谨慎。眉毛相对顺滑，30岁开始有些起运，眉眼的配，田宅工程，青年时期能稳住事业和姻缘。只是眉粗稍散，有些粗枝大叶，忽略细节，洞察力也稍弱，注意烂桃花干扰。山根有力，此处承接印堂合鼻，也是结婚成家的阶段，能嫁良夫。家上鼻高隆有肉，夫运强，财运旺。颧骨饱满有肉，颧骨代表周围的助力，鼻代表自身，能很好辅佐鼻运。只是人中稍短，鼻头有些压人中，子嗣不丰。不过腮骨凸而有肉，奴仆功成，和子女晚辈缘分深厚。四方口有口福，为人大方慷慨，人缘不错，只是下巴稍短，晚年难留下钱财。长色来看偏火长，做事雷厉风行，性格稍急。手指根部长丘有些平薄，福运根基一般，特别是食指根部巽宫见褶皱，此处是正财位，说明财运一般，本职工作有些动荡。
本职工作起伏，从事业线浅淡也可看出事业心也不强。不过金星丘饱满高龙，此处还见暗财纹，财在暗处，需多加耐心和事业心才能发掘。加上四指严丝合缝，正财虽然一般，但能守财之进退，掌心明堂凹陷，四周八卦丰隆，形成聚宝盆，能存下些钱财。生命线和脑线粘贴长，本性偏保守谨慎，做事也有些放不开手脚。像对生命线、脑线倒是更加深长，人很聪明，但有些爱动脑，不太爱锻炼运动，建议平衡体力和脑力，运势才能稳定长久。生命线中年阶段有些浅淡，见羽毛，注意肺部保养。同时也说明中年运势有些低迷，从事业线中期断开也看出。同期感情线也出现断开，中年不只是事业坎，还有感情观。感情线断开，说明情缘断，感情亦有分离之苦。结婚线很长，如果刚好接触了太阳线，容易有条件不错的另一半，可惜刺破了太阳线，会错过一次比较好的姻缘。45岁左右，生命线见上升线，这个阶段会迎来收获，能见些财。生命线也更加粗壮深刻，运势有所提升，感情也恢复稳定。感情线后期上翘，似乎变得更加有活力和激情。财运线深长，说明越老财越旺。和生命线和脑线以及事业线组合成了元宝纹，这个是人生的财库，利用得当，可见财运有大突破。但是由于事业线断续，元宝财库出现开口，易漏财，建议补充财库化解。第二种，额高稍窄，人很聪明，但是易多思多虑，早年不太自信。面骨见棱角，筋骨致人，好胜心强，情绪有些反复，容易精神内耗。高低眉，左眉高右眉低，古代讲父在母先归，现代来讲和母亲缘分不深。中年后多关注母亲健康。眉浓见棱角，很要强的人，30岁后逐渐变得自信大方。双眼皮有医美成分，伤了田宅宫，青年时期难有靠山和根基，有些动荡和迷茫。夫妻宫凹陷，特别在姻缘方面有些坎坷。不过鼻高隆厚重，个人主见性强，职场女强人的典型，颧骨高，个性稍显强势，利于事业，但不利姻缘。鼻有些孤耸，财运是有，但是周为人助力不多，财不大。夫运有，但不足。唇不包齿，职场易犯口舌是非，也难关财守财。下庭稍尖，晚年易为子女忙碌操劳。掌面厚重饱满，手指条达，是典型的土长。土人稳重传统，热爱大自然，富有探索精神。只是指头似鼓槌，有些是必躬亲偏劳碌。不过四指严丝合缝，能守财之进退。金星丘尤其的饱满，精力充沛，体质佳，为人慷慨大气，运势根基深厚。食指根部巽宫财位饱满，正财旺而稳。本职工作稳定少起伏。小指水星丘饱满，沟通能力强，能靠口吃轻松饭。左右手生命线初期都见上升线，也叫希望纹，说明天资聪颖。不过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见倒纹，人虽人聪明，但是学业受家庭条件所限。左右手对比来看，左手脑线和生命线粘贴稍长，本性还是偏保守谨慎，有些放不开手脚。但是右手脑线和感情线合二为一，形成断掌。后天随着经验和能力的提升，处事更有决断力和信心。左手事业线倒是比右手深长，左手先天，右手后天。40岁之前事业
心很强，做事冲劲十足。40岁之后，事业心减弱，一个是年龄增长，活力减弱，一个是因为后天随着经验积累，做事更加稳重理性了。不过右手是叶线尾端见杂纹干扰，也就是在中指土星丘下方有些杂乱，说明晚年难得清闲，甚至有多个子女争夺遗产的情况。这15种手相的人50岁以后横财大发。每个人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的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的人虽然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相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是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会比较的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与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渐渐的清晰，会逐渐将精力全部投放到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的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者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一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有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是能够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有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6. 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7. 手掌中央长痣。这种人可以说是很少，
10000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手相的人。这种手相的人做事不会太在乎太多的小节，只会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手相，年龄越大越有钱。手掌中央长痣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手掌中央长痣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8. 水星丘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和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水星丘隆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文线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在不断的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的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感情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手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的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的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也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够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的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的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而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够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
因为它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以上这15种手相的人，年龄越大反而财运越好，尤其到了50岁以后会横财大发。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手相，也不要灰心，不管是哪一种的人生，我们都要学会接受，这样生活才能顺心如意。手握通天文，一生大富贵。你的手上有通天文吗？以下这几种手相的人适合创业，可谋得富贵荣华。1点三角纹，三角纹出现在婚姻或感情线上，代表会因为婚姻或感情而获得好的财运或财产。三角纹位于智慧线上，会增强人的智慧，帮助其人在学术、理论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其人是很好的辩才。2领袖纹，手相中拇指有着很大的作用，其代表一个人在社会上求发展的生活力。拇指上出现好的纹线，如领袖纹、凤眼纹等，在各方面都能有着好的作用，表示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3通天纹，双手通天纹，前世必是大善人，今生头有灵光，神灵处处庇佑，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必有大作为，财运不断。香书云：双手通天纹者绝少见，有之者心应手辣，大事必成。4点2指等长，食指和无名指一样长。有此手相的人在年轻时都吃苦颇多，中年之后事业腾飞，当个小老板挣下千万家业还是铁定的。第2，从手相中看是否漏财，大体有以下4点。1看漏财纹，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一直到2指的间隙之处，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大体有3种情况，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2看手的薄厚，手的薄厚代表一个有的福分浅薄，手掌肉厚，掌肉嫩，当手掌展开时，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而漏财的手上肉少，显得干瘪单薄，手掌展开，手心是平的，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几乎是一点不存。3看手指缝，所谓的漏财手注重的是一个漏字，就像我们说的漏斗一样，就因为下面有孔才会漏出去，因而存不住东西。手相也是如此，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看看你的指缝，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就说明不漏财；如果出现了指缝，则说明漏财，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4从手相上的财运线，破财纹，财库与漏财手看个人财运以及化解漏财破财的方法。1财运线，图中小拇指上部红色的短竖线是财运线，财运线如挺直清晰者财运好，纵然现在贫困，以后也会财运好转。不过纵然财运线很好，如果其他线条欠佳，没有配合财运，也将逐渐变坏。财运线不明显或者没有，财运线有缺陷，比如断断续续不连贯、曲折不直等，表示金钱运较差，这时候受到生活困难的威胁或生意不顺当。应该请根据本人姓名、生辰八字秘制的5路财神招财符催财转运。参考资料：5路财神招财符、开财门符。2漏财纹，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宜上图中黄色线条，一直到2指的间隙之处，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大体有3种情况，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
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不能聚财。3. 财库，蓝色圆圈代表财库。手掌肉厚，掌肉嫩，当手掌展开时，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而漏财的手上肉少，显得干瘪单薄，手掌展开，手心是平的，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几乎是一点不存。4. 漏财手，如图片下半部分，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看看你的指缝，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就说明不漏财；如果出现了指缝，则说明漏财，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第3， 6种负命人手相特征。1. 手如干姜夹道必昌，有些人解释成手就像干瘪的老姜，告诉大家这句关于描述财运的短语是什么意思。真正的解释，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在人体里，《黄帝内经》云：肝变动在握。出生的婴儿，骨若筋柔而握骨，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肝为将军之官，谋略出焉，肝就像一位大将军，主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有勇气，敢闯敢拼，富于冒险精神，有勇有谋，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难的韧性。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和他握手的时候，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女人手如干姜，兴家之人必定是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拇指分眼纹边缘闭合不佳，影响运势。嫁的丈夫虽然品行和才干都不错，但是夫家的家境一般，需要女士婚后夫妻携手创造财富，也说明女士早年父亲创业会很辛苦，波折较多。这样的女人也是育儿能手，教子有方，多数子女成才，晚年孝顺父母。她们一生都勇往直前，不会简简单单地被困难打倒。她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点去赢得成功，也正是她们的品格会被贵人赏识。哪怕她们一分钱也没有，但出色的表现也会得到富人的投资。她们懂得抓住机遇，赢得成功。2. 发达的财纹，手财纹位置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有这种手财纹的，通常是能够守财的，理财能力也很好，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选择适当的投资。大拇指节第2节指腹中的横纹，手财纹。手财纹是手相论财富最重要的纹路之一，此纹最易判断人的一生能否有钱或守得住财，而且几乎无例外可循，一举中的。凡大拇指第2指腹中有横纹均算手财纹。手财纹即代表有财且能守，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也守得财多；手财纹短代表入财小或不易守财。没有手财纹，晚景可虑，此种手相代表一生存不住钱，到年老需要靠亲友、子女的帮助，或领退休金或养老金过活。假如手掌中的纹路互相交错，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便称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不用付出太多，便会赚取很多钱财，很容易大富大贵。3.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颜色明润的话，其人的赚钱能力会很强，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4. 理财纹身长，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叫做理财纹。理财纹长得身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无论是替老板、
上司理财，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还是自己投资理财，都会赚取很多财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5.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6. 手心挖必姓家，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劳付出，宫地狱。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反而付出其湿，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这是一处火穴，火在人体主心，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劳宫学家的人前途光明，心地善良，富于献身精神，在集体当中，劳宫学代表大领导。劳宫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那么什么样的劳宫穴好呢？就是手心要凹陷，凹陷的手心劳宫穴最发达，而突出的劳宫穴力量最薄弱。手心如果突出，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很难遇到机遇，没有贵人提拔，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天降横财，探寻天财运极旺的3大神秘手相，谁不梦想着一夜暴富，彻底改变生活呢？如果你心中有这个梦想，那么就让我们一同揭开天降横财、一夜暴富的手相面纱，以及偏财运极旺的3大手相秘密，跟我一起探索吧。第一，天降横财、一夜暴富的手相一，拇指状似汤匙，揽财仙女之手，在这手相中，大拇指指节纵横纹如潮水般涌动，指头如同握住一把仙女法宝的汤匙。这可不仅仅是巧合，财神爷似乎对这位幸运儿眷顾有加，机会降临时，要像明智的决策者一样，把握住每个可能的机会，切记不要为了一时冲动而孤注一掷，事情都需要有度。2. 星形纹，梦幻之财富之手，这神秘的星形纹出现在太阳丘或木星丘，是财运的亲密伙伴。随着这星辰之纹的显现，机会和幸运将降临，带来不可思议的财富。然而，要留意这些星形纹的变化，有时它们如梦幻一般出现，却又会在转瞬间消失。把握机会，关键在于提前的准备和对机运的把握。3. 智慧线分叉，商业智谋之手。智慧线的分叉并非不祥之兆，尤其是当分叉之线延伸至太阳丘的位置，这表示其人审辩敏锐，精打细算，具备经营商业和处理事务的卓越，才能命中横财运的好运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加分项。在商海中如鱼得水，财富将水到渠成。4. 手掌多肉且偏圆饱满之财富手相，手指短小，手型呈现出圆润的特征，手背丰满，寓意着财运丰盈。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不同寻常的财富机会，中奖的几率极高，可以适度参与一些投机活动。然而，切记要注意掌握尺寸，不可过度冒险。生活中处处有财富等着你去发现。第2，偏财运极旺的3种手相一，财运线，繁多金钱无者之手。财运线如同手掌上的财富音符，越多意味着财运越旺。这手相的人拥有经济头脑，情商高超，是发现商机的行家。他们命中偏财，仿佛是轻而易举的在无意间获得意外的收益。对于他们来说，赚钱似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2. 食指根部木星丘发达，创富奇财之手。食指根部的木星丘如同一颗灵性的明星，若发达且与中指之间有缝隙，这个手相意味着其主人的偏财运势格外旺盛。这类人头脑聪明，为事勤勉，勇攀事业巅峰。通过创业，他们为自己带来源源不断的金钱与财富。商业敏感度极高，
能够敏锐捕捉到周围商机。对金钱的渴望更是强烈无比，在平时，他们不仅会努力经营本职工作，更会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和特长，经营多个适合自己的副业。这类人中年时基本上已成功跻身富人行列，其财富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多得数不尽。3. 无名指下的十字纹。异性缘与财运齐飞，十字纹这短线相互交叉而成的手相，如同命运的密码，而若它出现在无名指下方，预示着命主在异性缘上非常幸运。这并非寻常的异性缘，而是好的异性缘。在异性的帮助下，他们常常会迎来丰厚的财运，就像是命中注定会有意外之财砸在自己的身上一样。这是一双吉祥之手，其主人幸运的同时，也拥有着财运的双重加持。当然了，如果你在上述的手相中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手相，也千万不要气馁，因为以下这几种注定厚积薄发的手相，先苦后甜，后运福气十足，才真正属于你。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看吧。一、天文明显冲克财宫，主初期财运不稳定，也就是初期的工作事业不够稳定。27、8前多波折阻碍，主纹路身长清晰，有力能力强，素质高力，做事业。30左右的运了，事业还是不错的，掌心凹聚财，说明后期家庭财运旺的纹尾部分差，后期的家庭负担大，情线无伤意的真缘。2手相中要求饱满丰隆，女人的手相轮廓配合很重要，事业线清晰，青云直上，代表一生事业没有大的阻碍，能够步步高升。手相中如带有元宝纹，那一生的财富会更加大，结婚后能够旺起家运。3女人手相要求巽宫饱满红润，高凸则福禄永久。所谓的巽宫，就是在5根手指底部位置有肉隆起，形成凸状。这种手相的女人10之8九都是福气颇多，一生容易得贵人相帮，结婚后更加会有旺夫运。自身八字财运未到时比较差，等好运来时会一飞冲天的好手相。4标准的土行长，土人厚重有成，踏实稳重不鲁莽，但是土人厚重有余灵活性不够，悟性稍弱，也比较固执倔强，凡事出成就慢，穿文丽外出闯荡发展，出去闯闯磨砺自己，更利事业有成，利西方北方发展。人文那里有类似岛纹的纹路，说明出运不利，初期的学业事业都有影响。27、8前发展的不够理想，穿纹不利，情缘无。女人手相右手出现夫子颜，也是福气多的象征。结婚后可相夫教子，感情线与智慧线相交出现十字纹路，代表一生运气不差，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取财运，但比较操心，很多事情会亲力亲为。6事业线开始处不明显，早年运气比较多起伏，30岁之前钱财难聚，行至明堂处就清晰起来，也说明35岁开始事业财运会非常稳定。7感情线比较深不乱，说明你是个感情专一认真的人。冲天柱能跟智慧和感情交叉，说明有骨气有上进心。生命线比较深，说明身体方面还不错。由于智慧线跟生命线刚开始有交点，就是说你童年运气不那么好，中年开始交好运。由于感线深又没那么长，容易感情用事。从手相分析是先苦后甜，晚年发财的命。当然，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可以看看以下的手相案例，说不定会更加好理解哦。第一个，长厚直短，偏土长，土人有点是勤劳稳重，传统顾家，缺点是做事放不开手脚，容易瞻前顾后。从这脑线和生命线粘贴掌也看出偏保守谨慎。掌丘来看，食指巽宫财位有点拉胯，没有跟上整个手掌的厚重，反而是平薄见杂纹，财运一般。本职工作易动荡起伏，不过小指水星丘见钱财数纹，偏财倒是有些，但不长久，
纹路看主线横纹干扰多，人生运势阻碍多，时起时伏。生命线初期见锁链。早年家庭环境一般，难享祖荫庇护，个人依赖性也稍强。20岁左右的横纹代表学业受限，脑线脱离生命线后变得干净深刻，说明随着经验的积累，能力越来越强，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清晰。中年阶段的横纹跨过了生命线和脑线，人生早年基础没打牢，人生起点不高，容易走偏门，不长久，造成中年阻碍多，困难重重，这样财运难旺起来的原因。感情方面倒无大碍，感情线清晰少杂纹，是个传统顾家的人，这也符合土长人的特征。第二个，掌面白净，纹路细绣，能享清闲。手型来看是典型的土长，土人稳重可靠，勤劳传统。掌丘来看，食指巽宫财位饱满，井字纹未成型，财运旺，但是财不稳，养一养。井字纹成型了，财运才能稳。三大主线来看，脑线最为清晰深刻，头脑聪明，心态稳定，有主见和定力，看一个的发展是否长久稳定。脑线非常重要，女主脑线就不错，心理素质很强，面对重大场面不怯场，能抓住机会，领悟能力强，学东西很快，举一反三，学业不错，人生起点不低。相对来说，生命线稍显浅淡，体质一般，建议增强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路才能行得稳。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模糊，初入社会的时候有些迷茫，体质欠佳，加上感情线下方见三角纹干扰，情路有些坎坷。24岁左右有过犯情伤的经历，从影响线刺破事业线也可看出，有一段投入很深感情，最终没能走在一起。脑线来看，心态没有受太大影响，整体还是偏理性的人。第三个，中指是代表自己，相当于面相中的鼻，是君位，一旦出现歪斜，易误入歧途走偏门，加上中指食指间漏大缝，更是破败之象。现代社会骗术很多，防不胜防，有些人内心定力不强，爱贪便宜，所谓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圆主指缝这么大，易上当受骗而漏财，而且漏得不小。加上感情线尾端入指缝，因情而漏财的事情也会发生，注意防范。好在原主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本性偏保守谨慎，能守住些财，否则更是钱财耗尽，人生苦不堪言。30岁之后变得更加稳重谨慎。从纹路看，脑线明显强于生命线，是个爱动脑、非常聪明的人，一点就通，也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生命线偏弱，说明体质不强，不太爱锻炼和运动的人，建议增强体质，脑力和体力平衡，才能提升运势，事业也会更加稳定长久。感情线深刻有弧度，特别是尾端陡然上翘，弧度太过陡峭，喜欢刺激有活力亲密关系，不喜欢从朋友慢慢做起，迅速升温似乎更符合他的想法。桃花虽旺，但大多是短暂关系，难稳定，注意调整。这世界上天生就具有富贵的人并没有多少，有些人命中就注定了，但有些人即使一直奔波，也无法获得。你的富贵程度如何？今天我们通过手相一探究竟。一、小康，当手上的太阳线延伸至感情线，从无名指根部一直延伸下去，这通常预示着个人财富可能会达到小康水平，这意味着可能拥有车子和房子，以及一定数额的存款。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表示财务状况相对稳定，生活水平较为富裕。二、小富，太阳线从无名指的根部一直延伸并穿过感情线，这通常被解读为个人在一生中可能会享有较好的财运或有良好的际遇，能够达到小富的程度。这样的手相特征暗示着个人在事业和财务方面可能会有所成就，可能会经历一些财务上的成功和稳定。一般来说，
具有这种首相特征的人，在31岁左右可能会逐渐迎来事业上的高峰期，这个阶段可能标志着他们在事业发展中取得重要的成就和突破，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财富和成功。3. 中富，这里面有2种情况。其一，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还能弯曲延伸到第2火星丘；其二，或太阳线穿过感情线后，能延伸到月球附近。遇上这2种情况的任何一种，说明你人生的财富都能达到中富的层次，会有较丰厚的财富。4. 大富，现代生活中大富的人绝对是很少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富的首相也肯定很少。比如，只有当太阳线一直由无名指的根部往下延伸，与生命线相交或接近的时候，才可能实现人生的大富。这种情形一定很小，因为一般人的太阳线都不会这么长。其他的，比如太阳线不止一条，又断断续续的，这类型的男女，经济或财富上容易大起大落，或者说太阳线上出现一些交叉纹或是倒纹等情形时，也是存不住钱财的命。当然，财富不是衡量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比如，有些人有名，有些人因为发明了某些足以影响人类的科技，同样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所以，所谓的成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看个人自己正确的追求以及理想是什么而定。注定大富大贵的首相。1. 太阳线往下延伸。太阳线作为首相中的重要纹路之一，的确被认为与个人的成功运势密切相关。它的延伸路径和形态可以提供关于个人职业生涯和财务状况的线索。太阳线向下延伸并穿过感情线的首相特征，被解读为一个人可能会在财务上取得一定的成功和富裕。这种首相特征暗示着个人的生活水平可能会达到中上水平，能够过上相对富裕和舒适的生活，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不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到一些额外的美好生活品质，如拥有车和房，事业有成，以及在温饱之余还能够过上一些雅致的生活。2. 财帛宫十分饱满。财帛宫位于我们手相中食指的根部，此部位的若是隆起、饱满、有肉，便是财帛宫饱满。而所谓的财帛宫，其实就是关系着我们财运的部位，也可以称作为财库。此部位饱满，意味着你的财库丰隆，也说明了你命中将会获得超级多的金钱和财富。所以，这样首相的人，命中的富贵程度会更高一些，可以成为小富人士，有一定的财富和经济实力，可以算作是小豪门。3. 太阳穴延伸到月丘。从手相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手相中的太阳穴已经延伸到月丘的位置上，太阳线已经穿越过了感情线，达到了月丘所在的位置，这样的手相充分地说明了你命中的事业运势、财富以及成功运势很好。所以，这样手相的男男女女们，在生活的拼搏中，可以获得大的收获，可以获得很多的钱财，而这些钱财将会成为他们富贵的支撑。因此，太阳线延伸到月丘的人，命中富贵程度很好哦。4. 手掌红润，掌心存水。从手相学的角度来说，手掌红润意味着一个人生来有福，是一个命中福禄双全、有清闲之福的人。这样手相的人当然更加富贵了。若是能够掌心存水，说明他个人的财运相当不错，可以留住财富，把握住财运，因而掌心存水，手掌红润的人也可以成为大富大贵之人。5.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较为厚实有肉，又比较柔软，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心灵手巧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非常的会赚钱，在事业上容易成功，一生的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而且身边的贵人较多，每次遇到困难
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赚钱能力强。6.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这条纹大多数人都有，但基本上都不明显。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因此财运极好，在赚钱方面非常的厉害。女人有此手纹的话，夫运较好，容易嫁到有钱人家。男人此纹清晰，则事业有成，资产丰厚，一生不为钱发愁，日子越过越富裕。7. 无名指长。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较长，看上去几乎与中指快要平齐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灵活，很有智慧和头脑，而且他是能干，很有挣钱的天赋和才华，财运非常好。这种人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足够努力，定然能够做出一番成就，赚钱非常的轻松，积累财富比较快。若是无名指过短的话，这种人一般赌性较强，好高骛远，做事容易急功近利，总想着一夜暴富，最终却辛苦劳累，没有作为。8. 财运线清晰。财运线即是无名指下方的数值纹路，有的人长得条数较多，有的较少，有的清晰，尤其模糊。如果一个人的财运长得清晰而明显的话，这种人财运自然也就非常好，身边赚钱的机会比较多，财路比较广，而且这种人善于理财，对于钱财的掌控能力比较强，懂得合理使用钱财和投资，能够让手里的钱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然后钱滚钱，变得越来越富有。而财运线不明显的人，理财能力较差，财运也不好，赚钱非常的辛苦。9. 手掌有财库。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掌有这种手纹的人比较少，即使有，好多也是模糊不清。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不用太辛苦，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不喜欢替别人打工，喜欢自己创业，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收益不菲，日子也是越过越富。10. 财运线深直。财运线深直的人通常被认为是财运极为旺盛的，他们可能会有意外的财富收入，甚至可能一夜暴富，从而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这些财运线的人可能会有各种方式获得财富，比如继承巨额遗产、中彩票大奖，或者是在拆迁中得到丰厚的补偿。此外，他们通常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善行善事，可以积聚福德。通过不断行善，他们自然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为自己的财富之路注入更多的好运和福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财运线深直可能预示着财富的获得，但个人的成功和财富还是需要适当的机遇、努力和智慧来实现。因此，持续的努力和明智的决策仍然是保持财务稳健和成功的关键。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手相只是一种辅助预测工具，不能完全决定个人的命运。尽管拥有众多发财手相的人，他们可能预示着财富的积累，但最终的财富还是需要个人通过努力、智慧和适时抓住机遇来实现。因此，持续的努力和明智的决策仍然是实现财务成功的关键。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